救出被暴力组织绑架的奶奶。男孩奋力砸碎了战场的所有灯泡，只因他被3名打架高手围殴，唯有让敌人陷入黑暗之中，江西秀才有打赢的机会。趁着袁南龟和崔秀鹤丧失视野，江西秀根据声音对他们发起突袭。一击过后，他便立刻引入黑暗之中。但袁南龟和崔秀鹤也很聪明，反应过来的他们立刻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。可是江西秀的速度极快，他能完美找到敌人的破绽。袁南龟率先被干掉，他们手电筒发出的光就像黑暗中的灯塔一样，在为江西秀指明方向。崔秀鹤也很快被干掉，紧急照明灯也在这时亮起。现在就只剩黄石阳一个了。江西秀已经等不及要动手了，但黄石阳却有些难过，因为曾经的他们可是好兄弟啊。过去的江西秀在街头打了无数场架，那时他一直在寻找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江西秀的周围不知不觉间有了追随者，不管是想要打架的家伙，还是想要赚钱的家伙，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那时找上了江西秀。5天又有人找上门说想成为他的手下。那时的黄石阳非常想被江西秀的组织接受，结果却是吃了个闭门羹。江西秀组织的小弟看他就像个读书人，根本不会打架，可黄石阳却说自己什么都能做。闻言，小弟玩笑似的告诉他，这个人住在大桥附近的工厂里，你去把他的眼珠拿过来。所有人都知道照片上的人是秀阳派的老大，要一个读书人把他的眼珠拿过来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可就在几天之后，江西秀刚想带人去解决掉抢夺地盘的秀阳派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惊恐的惨叫。黄石阳奇怪，这是怎么了？不是你们让我把那个男人的眼珠拿过来吗？那个时期找上江西秀的人虽然有很多，但其中只有黄石阳与众不同。如今他问江西秀后悔吗？接受自己入伙的决定，但江西秀对这种事不关心，现在他只想知道奶奶在哪里。黄石阳让他不用再关心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我会在这里把你给干掉。与此同时，任多俊也登上了前往顶楼的电梯。他在艾希拉布打手的口中得知江西秀去楼顶了，可电梯停在15楼门却并没有打开。任多俊奇怪这是怎么回事，到14层的门还是能打开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就从14楼爬楼梯上去，可楼梯间也被堵死了。任多俊奇怪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15楼内的战斗再次打响，面对江西秀的攻击，黄石阳嘲讽他动作还是跟以前一样了。如今已经不是江西秀的时代了。黄石阳在这段时间可进步了不少，他早已不再是跟在江西秀身后的小跟班。江西秀离开组织后始终止步不前，黄石阳看他真是一点都没变，连那双自己最讨厌的眼珠子也分毫未变。今天他定要亲自把江西秀的眼珠挖出来。黄石阳的学生时代，周围的人要么喜欢爱豆，要么喜欢足球明星，他不理解同学们怎么会把那些人当作偶像，追求那种东西毫无意义。在黄石阳眼中，周围人都是愚蠢的金鱼。直到那天为止，黄石阳遇到的不是电视里的爱豆，也不是什么足球明星，无聊透顶的日常生活里出现的暴力，令他也有了崇拜的偶像。就这样，黄石阳立马加入偶像江西秀的组织，一直跟随在偶像左右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和江西秀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近。越是这样，黄石阳越想得到西秀哥的认可。在某次帮派间的战斗中，眼看江西秀就要被敌对组织偷袭，是黄石阳出手击退了偷袭之人。在组织里立下不少功劳的他，理所当然成为了2把手，偶像也逐渐向他投去信任的目光。这种感觉令黄石阳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，但仅靠这些还不够，黄石阳还想获得更多的认可。但是江西秀组织始终找不到逃走的敌对帮派的老大。就当江西秀为此而苦恼时，黄石阳却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了，而他的办法就是绑来敌对帮派老大的妹妹，只要在这个女人脸上划几刀口子，敌对帮派老大应该就会赶过来自投罗网。就在黄石阳自信的动手时，那一刻他在想要得到认可的眼睛里看到了轻蔑。江西秀让黄石阳不要太过分，再怎么样也不能动别人的家人。黄石阳还想说点什么，但江西秀那不屑的眼神令他哑口无言。那对眼珠子看着黄石阳的时候，就像在看脏东西一样。他恶心于天天打架的江西秀装作清高的样子。黄石阳的想法才是正确的，把家人当人质就能把目标吸引过来，就像现在的江西秀一样。江西秀也明白自己活得不干净，但他至少守住了最起码的底线。虽然现在有点晚了，但江西秀还是要教黄石阳怎么做人，哪怕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。可这时黄石阳却问他，这样没关系吗？对我动手的话，你奶奶就要没命了呢。黄石阳威胁江西秀，只要动1次手，那他就会看到奶奶的骨灰盒，因此江西秀只能被动挨打。黄石阳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场景，他又一次做了过分的事情，但这次江西秀的眼神跟之前很不一样了。与此同时，医院内的金恩东逐渐苏醒，他告诉了白道谦一个关键消息，黄石阳还在暴打江西秀，他要江西秀给自己舔鞋，这样的话他就放过奶奶。眼看江西秀竟然真的准备动嘴，黄石阳一脚将他狠狠踹开。江西秀现在这副样子，让黄石阳最后剩下的一点崇拜感都消失了。那天他因为绑架敌对帮派老大的家人被责怪，他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，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组织和大哥，可江西秀却用那种眼神看着他，那是黄石阳绝对无法忍受的。在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江西秀组织的小弟都用上了奢侈品，并且他们开始刻意疏远江西秀。直到江西秀生日这天，他邀请黄石阳一起吃顿饭吧。黄石阳拿出一
块名表祝老大生日快乐。江西秀这才得知，黄世阳最近在搞违禁品生意，赚了很多钱。可违禁品分明是江西秀禁止沾染的东西，黄世阳却对此毫不在意。他预约了一家高级餐厅，要带大哥去，但江西秀却警告他趁早收手吧，不然自己会出手把违禁品生意搅黄。被江西秀扔下的表中倒映出黄世阳的笑容，下一秒，江西秀的腹部便传出一阵凉意。黄世阳只是想获得他的认可而已，但江西秀却不知好歹，组织里的成员早已被黄世阳用金钱收买。江西秀头上被安上了转移组织财产的叛徒名义，给组织造成损失的人，即使是老大也不能放过。最后，黄世阳祝大哥生日快乐，可惜那天还是被江西秀侥幸逃脱了。黄世阳的确为组织奉献了很多，他不明白江西秀到底对自己有什么不满，就好像夸他剧做得好就会掉块肉一样。黄世阳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做，才能让江西秀也体会到那种挫败感，要不就在奶奶的脸上划几道伤口吧。闻言，江西秀顿时急了，黄世阳实在看不惯他的眼睛，还是先挖出来再继续吧。就在这时，顶层的紧急出口处传来一阵异响，任多俊竟然硬生生把牢固的紧急出口给掰开了。黄世阳为了不让别人打扰，特意把门都给堵上，没想到还是被人闯进来了。不过就算任多俊来了也没用，黄世阳威胁他，要是敢动自己的话，江西秀奶奶就会被干掉。然而任多俊却让江西秀不用担心，因为奶奶已经被多俊组织的人救出来了。此时艾希拉布经营的深子酒吧分店内，白道谦带领着兄弟们解决掉所有打手，救出了奶奶。这多亏了金恩东，因为他醒来的第一时间就告诉白道谦，自己从艾希拉布基地逃出来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说奶奶被藏到了深子酒吧的其他分店内，任多俊会让江西秀马上见到奶奶的。黄世阳不屑，警告他判断失误了，选择与思燕对立的结局就是灭亡。没想到任多俊真的承认是自己失误了，他一开始就不应该提出和思燕联盟，而是应该把他们全部吞并。黄世阳看任多俊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黄世阳不屑，就这点水平还敢嚣张？所谓的拳击，可不是只要挥动拳头就可以。黄世阳使用的才是真正的拳击，任多俊的拳击学得很不专业。黄世阳好奇是谁把他教的这么烂的。任多俊的技术当然都是韩吉哥教的。被打中的黄世阳立刻就要拉开距离，可他的脚却被死死踩住。任多俊学习韩吉哥的技术可是学得很专业，对此黄世阳十分不屑，他都要来看看是谁更厉害。任多俊跟黄世阳互相抓住对方，开启一场拳拳到肉的互搏，体力逐渐不止的黄世阳气息开始不稳，但任多俊依旧是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。他奇怪黄世阳不是对自己的拳击实力很有自信吗？难道这就要结束了吗？黄世阳不由得感到难以置信，自己居然被不知名的低水平家伙给打败了。任多俊学的不是拳击，而是由赵韩吉教导的真正适合打架的方法。原本黄世阳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打败，刚才他的手在跟江西秀打的时候就受伤了，眼看情况不妙，黄世阳立刻躲进了实验室。任多俊刚想进行追赶，江西秀提醒他，黄世阳不可能轻易认输，一定要小心点。进入实验室后，任多俊开始寻找黄世阳，可躲在暗处的黄世阳却再次邀请他一起合作。能做出这么多违禁品的设备，在整个爱死市也只有艾奇拉布。黄世阳通过贩卖违禁品获得的巨额资金，在短时间内就扩大了组织规模。这意味着掌握违禁品产业链，就相当于拥有了无限现金流。只要任多俊选择合作，那他很快就能拥有一个超过海光的组织。然而这些诱惑的条件在任多俊耳中就是笑话。闻言，黄世阳点燃了酒精灯，他看任多俊跟江西秀那个蠢货一模一样。违禁品是一种通过复杂的化学作用生成的产物，调配好了能成为违禁品，但如果调配的有问题，那就能成为炸弹。在打开易燃易爆的毒气阀门后，黄世阳立刻逃出了实验室，有毒气体正在快速扩散，任多俊看到不妙。随后艾希拉布基地顶层发生剧烈爆炸，熊熊大火吞噬了任多俊所在的实验室，江西秀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黄世阳则是得意着大笑起来。实验室他随时都可以重建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黄世阳早已不再需要江西秀的认可，所以江西秀也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就在这时，实验室内突然传出一阵响动，黄世阳不由得感到难以置信，毕竟这次爆炸规模那么大，实验室里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任多俊奇怪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难道是看到鬼了吗？以上便是街头生存手册101到104话的内容。黄世阳因为暴力而视江西秀为偶像，他把获得偶像认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以至于做出极端的行为，这反而暴露出他的内心缺乏自我认同与安全感。而任多俊虽然急于复仇，但面对违禁品巨大的利益诱惑，却能选择拒绝。他的这份不越过底线的正义感实在难得。艾希拉布即将迎来灭亡，海光与将被思燕的牵制就此被打破，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必然加快。明天继续更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